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生命的光》。之前我们聊过基督教在全球传播的那个漫长的历史，也特别深入看了在台湾的发展跟现状。今年呢，我们想把视角转向更广的亚洲，一起来看看亚洲整体的宗教历史还有现在的情况。今天就重点来分析一下，基督教在亚洲是怎么传播的，还有它的分布格局大概是怎么样。我们手边有一些资料，有学术研究，也有一些观察报告。目标就是帮大家梳理出一些关键的脉络，还有一些可能有意思的发现，让您可以快速掌握这个有点复杂的议题的核心。没错，亚洲的宗教地景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多元。基督教在这里的发展，确实呈现出很独特的样貌，跟欧美不太一样，值得我们仔细来谈谈。好，那我们就来拆解一下。一个非常引人注意的趋势，就是全球基督信仰的重心好像在发生结构性的转变。有资料提到，像美国牧师华里克说的，过去这50年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宗教重新分布期。想想看1900年的时候，全球1/7的基督徒都住在欧洲。对，但到了2000年，这个比例掉到剩下2/8，哇，这真的是个巨大的变化。这个点非常关键，你用巨大变化形容得很好，有些人甚至说是地壳变动。这确实意味着基督信仰的未来可能更多的系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们说的全球南方。全球南方就是指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这些地方。对，没错，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学者们甚至把这个时代跟19世纪那个所谓的伟大世纪相比，称现在是更伟大世纪。更伟大世纪。对，形容这是一场信仰上的哥白尼式的革命。所以，典型的基督徒形象可能真的不再是我们过去想的欧洲人，而更可能一位亚洲、非洲或拉丁美洲的信徒。这是一个根本上的转变。那这就带到亚洲的具体情况了。亚洲的情况好像又更复杂，不能一概而论，对吧？像我们看一些研究数据，比如台湾，还是以佛教、道教、民间信仰占多数，基督徒相对是少数。是的，可是在菲律宾，哇，基督徒就占了绝对多数。对，亚洲最大的天主教国家。然后东南亚其他地方可能又是伊斯兰教或佛教是主导。正是如此，这种多样性非常明显。同时，亚洲也出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它也成为了新的宣教中心。从被宣教变成宣教中心。对，一个很显著的例子就是韩国。韩国现在是全球派遣海外传教士人数第2多的国家。第2多，仅次于哪个国家？仅次于美国。这就反映了所谓的反向宣教。反向宣教就是从非西方国家向西方传教。没错，就是从以前大家认为的福音未及之地，反过来向传统的基督教国家派遣宣教士。当然，这个趋势在那些老牌基督教国家，发展起来还是会面临一些挑战。哇，这真的很有意思。从被动接受到主动输出，这也引出一个可能更深层的讨论点，就是基督教进入亚洲文化的时候，要怎么在地化，或者说处境化。这是一个核心问题。我们看到有像宋全胜这样的亚洲神学家提出，宣教不该只是复制西方模式，对，而必须在亚洲自己的文化、历史、社会脉络里面进行重建。他甚至提到要去发掘亚洲文化和宗教里的救赎因子。这个救赎因子听起来好像跟传统那种强调劝人改教的观点有点不太一样。这个是亚洲基督教思想里面一个很深刻而且持续在探讨的课题。核心就在于你怎么在肯定基督信仰的独特性，就是它的核心价值的同时，也去尊重并且理解上帝在不同文化处境里可能也普遍地在工作。这不是说要全盘接受所有的文化现象啊，了解，而是要去辨识这里面有没有可能蕴含一些跟上帝的创造和救赎相关的元素。这就挑战了过去那种以西方为中心的宣教观。强调需要更谦卑、更具对话性的态度。同时，我们也看到在某些地方，
比如像中国大陆近年官方强调的中国化政策，啊，对，这个也有听到。这个又为宗教怎么在地发展增添了蛮复杂的政治维度。政治的考量。对，要求宗教必须跟社会主义社会还有中华文化相适宜。了解了。所以，哇，今天这样讨论下来，我们看到基督教在亚洲的发展，真的是一个充满活力，但也极其复杂的过程。从全球重心的南移这个大趋势，到各个地区内部非常大的差异性，没错。再到神学上关于怎么处境化、在地化的深刻反思。的确是这样，数据呈现了宏观的趋势，但每个地方的故事跟挑战其实都非常不一样。理解这种复杂性，我觉得是把握当代亚洲宗教样貌的关键。那么这次的探讨，我想留给听众朋友们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当一个源自特定文化脉络的信仰进入像亚洲这样文化宗教传统极度多元丰富的环境时，它到底要如何在深刻融入当地土壤，甚至从中汲取养分的同时，还能保佑它自己核心的身份认同跟信息？这中间改变跟持守的那条线，到底在哪里？该怎么划定呢？好啊，我们今天的深入探讨就到这里。下一次我们会聚焦一个具体的亚洲国家——新加坡，来看看基督教在那里的传播历史与现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